大家好，今天是6月28号，也就是中国今天的话，那个举手机器人申纪兰今天就好像就挂掉了啊，已经归西了。那么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就是那个举手机器人作为人大代表一次又一次的那去作为人大代表，其实代表谁呢？谁都知道，谁都没代表，他只是过去举手。所有人大其实就是木偶人，共产党的木偶人，你过去配合着举个手，然后回去大家再回去这些代表们然后举手完以后再回去继续瓜分这种老百姓的这么一个过程吧，走这么一个过程吧。那我们今天说就是申纪兰这个人啊，因为大家只是简单的以为他只是说人大代表，然后活得像一个僵尸一样的这个形象，这个脸整个不男不女的那种怪形象。那如果大家要是真正的了解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其实申纪兰为什么会被共产党就作为手中的一个棋子，而且作为一个偶像，一个木偶一样的，然后始终的就是让他以一种那个木偶人一样的抽着，然后需要的时候随时拉上台去。他这个人的话是怎么来的？他这个所谓的什么全国劳动模范是吧？还是什么？他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他这个木偶这个僵尸共产党有必要用到他？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早期的历史1947年到1952年呢，是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期。那么接下来就是49年以后，就共产党开始获得了政权了，是吧？然后接下来又有什么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当然是把知识分子抓起来斗掉、干掉，然后就是还有接下来增加反革命。增加反革命的话，所谓的反革命其实也是毛泽东自己定义的。你说反革命都已经见证了，为什么还要去打压这种所谓反革命？主要是当时还有国民党的，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一些部队啦，一些或者支持国民党的类似这样的人，他可以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后患给他彻底的通通给他干掉。在这个时间纪晓岚这个人最关键的是什么？他主要是在搞土地改革，就土改的那段时间，也就是在毛泽东的开始发动那个土改的时候，也就开始把所谓的原来的乡绅阶级啦，还有一些所谓的地主啦，开始把人家的土地抢夺了。抢夺以后，然后就是开始把私有财产，类似于现在比如说马云有钱了，然后大家冲到那个浙江去，然后就把马云干掉，把他的财产分了，或者是京东的类似这样的，就是把有钱的人把地主或者有这个资产者给他干掉，而且记住要斗死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哪怕你要土地去分，把财产分掉的话，你直接下一个文件，一些法令，然后去把它分掉也行。哪怕当然现在看来，在这个时代的话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至少是合法的，把这个财产分出去，让那些无产者拥有财产。但是其实老毛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他的目的，我跟早期我一直在谈到，共产党执政他是需要靠恐怖恐吓来威胁来维持统治的，他不是说单纯只是说分资产给农民，从而获得人家支持。还有一点，他必须要需要有血腥的恐吓，而且需要组织所有人来观看这种恐怖的表演，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内心产生极大的恐惧感，从而服从于老毛的管理，服从于共产党。你其实完全是出于一种
心理上的劫持，恐吓你，让你内心恐怖，不仅仅只是说夺取你的财产这么简单。而我自己，我的爷爷，我的亲爷爷啊，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所谓的土地革命，我们在福建，我是福建的老家，应该是在那段时间吧，也是当时我的爷爷他是保长，国民党时代的保长，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一个村长那样的，然后资产被剥夺了。还有我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听我父亲在说，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不听话，他就讲你这个东西不知好歹，就是他3岁就连爸爸都没有了，经常会提到这个。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后期的时候我长大了，慢慢才知道他是被斗死的，而且好像被斗死非常残忍，人死了以后被踩到沼泽地里面去，这么一个事情。当时在全国类似于这种非常残忍的伤害，除了要剥夺你财产的人，除了剥夺你的财产，夺你的命，而且要当众来羞辱你，而且非常极端残酷的这个行为是在全国性的，而不是说个体的某一个，或者说某一个特例，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全国性的。当时土改的时候，就是在这个47年到52年的话，在中国统计的话，至少死掉83万到300万的人之间，你自己想一下，就是平白无故的把私有的财产剥夺，而且还要你的命，而且需要那大张旗鼓的让所有人都知道来看这种斗地主这个场景，从而达到恐吓人，服从于让所有的民众内心的恐惧而依附于共产党这么一个过程。申纪兰在51年被人民日报就是新华社播发的，就是关于就是说要建立这个什么农村的合作组，他当时是在那个西沟村要建立那个合作社，然后后期的那个合作社也是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申纪兰的话应该就是作为一种合作社，或者说共产主义模式的一种，这也就是共产党那个老毛想要运作这种合作社的一个人偶吧，应该是这么说。按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很多东西不用看太多，因为所有的事情，包括雷锋，他们的话本身那个你看你现在去看申纪兰，他就是文盲，其实什么都不懂，知道吗？但是他就是如果人家鼓动他什么，他脑子空空的，可能会跟着干，而且你看他的照片看过去虎背熊腰的样子，干活肯定是有。你让他去打个人啦，或者说是那共产党洗脑他要去做炮灰的时候，那他是肯定非常非常有劲的，就是那种人，就像现在很多的小粉红类似一样的东西，是吧？那他当时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就是51到53年期间，除了当时我们说的土改，其实还有什么3反5反运动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他就是全方位的恐吓与暗杀。就后期的正反运动又死了70多万70-80万人，然后3反5反又大量的人又自杀等等，这基本上这个就这中共成立以后建政以后的前面几年，包括尚未建政之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49年之前的前几年，光那几年的话都无数的人死亡，无数的人在这么斗过去。共产党为什么需要办所谓的合作社？其实很简单，就是控制你的生活资源，把你关起来，让你集中去吃饭，让你的私有财产变没掉，对不对？你刚开始说所谓的那个土地分给老百姓，那当时是为了夺取政权，但夺取政权以后，其实他本身并不想真正的让你自主的拥有土地，你抢到了，你以为你就完成了吗？没有，最终的话还是以集体土地的名义1953年以集体土地的名义再次收归共产党所有。共产党是谁的？是毛泽东的，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土地要变成控制在共产党，控制在毛泽东一个人的手中。
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你是不是连吃饭你所有的资源全部被控制住了？你的那个社会上流通的商品也没办法流通，只有通过合作社、通过那供销社来供应给你。你的生产资源、你的吃饭、你的口粮，所有一切都捏在共产党的手中。这个时候的话，人就已经活成跟动物就已经差不多了。而那个申纪兰其实就是中共手中操控的一个棋子。你看他为什么一直要保住这个那个申纪兰，每年都要上去给他举个手当举手机器人，因为他需要保留住共产党这个东西，就是控制你生存资源的东西，而且一直都要保持这个状态。这就是包括到现在我们因为土地它以一个集体的名义，然后再把它收回去。那么你现在哪怕你自己的宅基地上你去建房子，其实为什么共产党可以随时随地的派出这个铲车直接把你铲平掉？因为土地他说不属于你的，哪怕是世世代代留给你，共产党建政总共才70年，但是他还是可以随时把你铲掉，因为他说这是集体所有，他可以随时拿走，并不属于你的，你有的你是临时的，是以那个村里面的集体的土地的形式，你可以只有耕种权，而且你还要每年早期是要每年都要上交那个粮站，交粮税吧，反正早期的我农村印象中以前是要交这个粮税的。控制你的土地，控制你的口粮，控制你的行为，控制你的思想，那么你人活的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人偶了。每个人其实活着其实都是跟动物都差不多的，你根本没有自由的思想可以表达，没有机会去发表任何的想法，也没有人去监控它，你的口粮，你的所有的生计都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那当前的中国为什么习近平他还想要继续挽回当时的老毛的那套，包括现在的那个供销社又想开始激活了，对不对？现在全国都已经早就几年前就已经在建了，就已经在开始布点了，是吧？他其实整个过程还不是想要做回老毛的那个当时的状态，是吧？还有什么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啥？控制生产资源呢？生产资源控制在那个共产党的手中，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生计，包括它粮食，你看，好像前几年我也看到了东北的那个主要的产区的粮都已经收归国有，对不对？控制你的口粮，控制你的日常生活，控制新闻，控制你的那个生产资源所有的一切，你的所有一切都牢牢的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包括控制你的土地，那么你就无路可退了，你只能变成像一只动物一样任人宰割，任共产党宰割了，是吧？所以中国的未来的路，现在目前的话，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处境其实是非常的糟糕，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一定要努力来那个终结这种惨无人寰的这个集权统治。那只有这样的话，中国才有真正的未来。那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